纽堡是美国东北部最危险的地区之一。据许多报道，纽堡大街上多次发生枪斗、抢劫，还有持刀的犯罪团伙施暴，被称为谋杀之都。2008年，纽堡警察局只有100多名警察，经济危机之后连80名都不到。随后，这个城市即将破产。纽堡市中心的布局使得不断缩减的警力处于更大的劣势。黑帮和警察们就在这种幽闭环境下熟悉了彼此。黑帮成员们认识开进街区的每辆警车，知道哪个警察会在哪里下车，哪个警察在开车，就像监狱里的犯人同时监视着看守一样。他们甚至知道每一个警察的名字。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群年轻人围着门廊坐着，用讽刺和鄙夷的神情盯着过往的人。在当地人的记忆中，连孩子们都拉帮结派，分化地盘。有些团伙参与贩毒，有些只是捣乱。纽堡警察局一名警员记得一个叫灰贼的团伙，其中有的成员只有8岁，撬车门、偷东西，最后连毒贩都受不了给警察局打电话。没有人确切知道黑帮是如何来到纽堡。据说帮派在哈德逊河流域得以繁衍，是因为1990年代纽约市的犯罪团伙清理活动，帮派也分崩离析，他们离开了纽约市，去了别的城镇。当地政府在2010年5月发起了一次打击行动，随后起诉了当地2大犯罪团伙雪帮和拉丁王帮的100多名成员。在这之后，毒品交易有所收敛，纽堡最狭窄的街道多年来第一次变得安全了。残暴的街头犯罪团伙猖獗了很长时间，这次打击行动是为了使纽堡这个穷困的城市恢复法治。哈德逊河谷在美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纽堡也是美国历史的诞生地之一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，华盛顿将军的总部就设于此。乔治·华盛顿在纽堡度过的关键几个月里，他为塑造美国共和国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。正是在这里，华盛顿拒绝了美国君主制的想法，结束了纽堡叛乱，阻止了对政府的潜在军事控制。华盛顿总部博物馆收藏展示了1300多件物品，可供游客参观。另外，也可参观胜利塔，并爬上台阶到达新修复的观景台。沿着蒙哥马利街和格兰德街在纽堡散步，这些街道两旁是一排排不拘一格、华丽的维多利亚式建筑。爱迪生曾在蒙哥马利街住过一段时间，因此纽约纽堡成为美国第一个电气化城市。格兰德街的荷兰归正教堂由亚历山大·杰克逊·戴维斯于1835年设计。这座希腊风格的寺庙现已成为国家历史地标，并被世界古迹基金会列为世界100个最濒危遗址之一。幸运的是，它在1960年代纽堡灾难性的城市更新阶段没有被拆除。纽堡的一大景点是海滨，上下的景色简直是壮观。铺砌的长廊连接了几家一流的餐厅和商店，采用木板路的风格。午餐时，您可以选择位于历史悠久的西岸火车站的 Hudson Taco， 在享受美味的 taco 的同时，感受火车在你身边呼啸而过的刺激。Hudson Taco 用他们标志性的风格的菜肴，成为纽堡振兴的一部分。午餐后，沿着海滨长廊，您会发现2艘哈德逊河邮轮，两者都可带您度过一个难忘的下午。另外，纽堡也是摩托车爱好者的梦想之地。Motorcyclepedia 博物馆
即使您不是摩托车爱好者，您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乐趣所在。现在，在牛堡的任何一天，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特别的兴奋感。它徘徊在历史悠久的砖砌道路上，沿着不断壮大的河滨区泛起涟漪。不断扩大的餐馆和企业阵容，在牛堡照明节等当地庆祝活动中蓬勃发展。牛堡正在崛起，它正在以自己的方式，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持续发展着。它吸引了崭露头角的艺术家、企业家和餐厅老板，他们在此过程中带来了文化、美食和娱乐。因此，今天的牛堡是哈德逊河谷一日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牛堡是独一无二的。欢迎订阅与分享。It sound right, boy.